在晋级的巨人的剧情里，作者剑山创透过不同角色们的立场及经历，提出了许多终止仇恨连锁的方法，其中就包含了极客的安乐死计划。今天我会以一个较为深入的角度去剖析安乐死计划背后的理念及学术思想，还有极客为何会提出安乐死计划。嗨，大家好，我是 Emil。在后动漫视角这个主题里，我会用一些人文社会领域的角度去分析某部作品的某个主题。虽然内容有时会涉及比较难的概念，但我会尽量以简单有趣的方式让大家能够理解，让大家在享受作品的同时，也可以有更深入的思考。这个系列算是我频道里相当注重的单元。如果对这类型的影片有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今天的主题是《晋级的巨人》中极客提出的安乐死计划。先来简单复习一下，安乐死计划的内容是要透过爱莲持有的始祖巨人的能力，以及极客的王族血统，让始祖尤米尔改造所有艾尔迪亚人的基因，使所有艾尔迪亚人失去繁衍能力。之后只要等所有艾尔迪亚人自然死去，因巨人之力产生的仇恨就会从此结束。这就是安乐死计划的逻辑。在分析环节开始之前，我也要先提醒大家，我只是以一个观点介绍的角度讲述接下来影片中提及的价值观，并不一定代表我本人的想法，还请大家保持理性。那么接下来就开始分析环节。我认为安乐死计划这个想法其实牵涉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效益主义，另一个是反生育主义。接下来我会分别介绍这两个概念，以及为何安乐死计划与这两个概念有关，同时也会分析一下极客为何会产生出安乐死计划这样的想法。影片有附上时间轴，欢迎多加利用。效益主义又叫做功利主义，是由英国哲学家杰瑞米·边沁创立的伦理学理论。在效益主义的观点里，会认为我们的每个行为应该要尽可能让幸福最大化，痛苦最小化，所以它又被称为最大幸福原则。另外，很多人常常听到功利主义，就以为它是一个自私或是追求效率的价值观。其实不是这样。功利主义当初创立的目的是为了要让道德有一个量化的方式，让我们在做道德决定时有一个基准可以参考，并且它是为了整个群体的幸福而存在，而不是个人。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追求平等的理论。在掌握这些基本原则之后，让我们来实做一道题目：电车难题。电车即将行经的轨道上有5个人，另一头则有1个人。现在有个效益主义者掌握了轨道切换的按钮，只要按下去，列车就会改成行驶有1个人的轨道。你认为这位效益主义者会按下按钮吗？大家可以按暂停思考一下。OK， 公布答案。一般来说，答案就是会，因为这样就只会死1个人，是这个情境里能拯救最多人的方式。这应该蛮好理解的。那为何我说一般来说呢？接下来这一小段会跟安乐死计划比较无关，可以跳过。但你如果很好奇的话，可以继续往下看。效益主义基本上是一个结果主义，也就是说，在这个原则里，我们只会看结果有没有符合我们想要达到的成果。但人类实际上是一个预测能力不怎么样的生物，每个人对结果会怎么样，当然也会有分歧。以电车难题的例子来说，有些效益主义者会认为，切换轨道的行为是让原本不会死的那个人死了，这会造成活下来的那5人产生罪恶感，因为原本其实是他们会死。长期来说，切换轨道造成的社会总体心理负担可能远大于不切换轨道，因此不切换轨道才是最佳解。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还有非常多不同角度的观点。但要注意，这些观点都会建立在要让幸福最大化、痛苦最小化的原则上，才符合效益主义。上述介绍的状况就是效益主义的困境，也就是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办法综合这么多复杂的考量，预测出最好的答案，并且有时符合效益主义的决定，看起来也可能会很违反人性。好，介绍完效益主义的观点，让我们回到安乐死计划。极客的观点是认为，只要艾尔迪亚人不存在，常年来的仇恨就会结束，而马雷及其他国家的人数远远大于艾尔迪亚人，造成仇恨的巨人之力也是艾尔迪亚人所持有。即使选择牺牲马雷人，也难保艾尔迪亚与其他国家不会因巨人之力产生冲突。那么，如果要牺牲一方来终止仇恨，当然是牺牲艾尔迪亚人比较合理。
这就是典型的效益主义观点。而且大家可以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吉克并不是要所有艾尔迪亚人瞬间灭绝，而是停止繁衍。这是因为地名可以短时间让双方还不开战，已经存在的艾尔迪亚人可以好好的活到过世，双方也能够因此不发动战争，将死亡人数降到最低。所以安乐死计划设计成停止繁衍，而不是直接灭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精妙的效益主义提案。而吉克身为艾尔迪亚人，仍然选择牺牲艾尔迪亚人，这点也展现出了效益主义追求总体平等的这个特点。当然，对吉克来说，民族或血统可能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介绍完效益主义与安乐死计划的关联，让我们来讲讲反生育主义。如果你已经累了的话，也可以休息一下，改天再看。反生育主义一样是一个哲学伦理学中的观点，比较著名的支持者有哲学家叔本华以及大卫贝纳塔。由于在某些人眼中这是一个很极端的思想，所以我想请大家抱持一个理性、尝试理解的角度去看待它，不用急着反驳或排斥它。反生育主义基本上认为人类应该停止生殖行为，论点大致上我会整理成2种，主要都是呼吁我们必须从婴儿的角度看待生殖这件事。第一点，所有孩子的出生皆是由其父母所决定的，这点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反驳空间。毕竟只要没有人进行性行为，自然就不会有婴儿出生，而父母生殖的行为并没有经过孩子的同意，因此在伦理上就会被视为不道德的。第二点，我们每个人生在世上一定都会感到快乐及痛苦，感到快乐当然是好事，然而这并不能抵消那些痛苦的事。快乐与痛苦是分别存在的，而反生育主义会主张父母明知孩子接下来会遭遇许多的痛苦，还依然把他生下来，是一件自私且不负责任的行为。除了上述2点，反生育主义的人也会从一些人口过剩、地球环境恶化的角度解释为何我们不该继续生育。关于反生育主义还有很多相关的论证与正反方意见，大家可以自行上网搜寻。这支影片就初步介绍到这边。再次强调，我只是以一个观点介绍的角度做这支影片，并不表示这是我的价值观。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反生育主义与安乐死计划的关联。在艾莲背叛吉克的安乐死计划时，吉克有说了一些话：只要艾尔迪亚人还存在的一天，杀戮就永远不会结束。这个存在的意义就非常符合反生育主义的思想。吉克基本上就是认为艾尔迪亚人的存在会为所有人类，包含未出世的艾尔迪亚人带来永无止境的痛苦。而非常讽刺的一点是，后续吉克崩溃地问艾莲为什么，艾莲的回答是：因为我已诞生在这个世界，充分展现了存在的自由意志。なぜだ、エレン、答えてくれ。俺がこの世に生まれたからだ。其实单就艾莲的这个回答来说，他并没有表示吉克的安乐死计划或是反生育主义是错误的，只是如果将这段对话的主旨扣在反生育主义的问答上，那艾莲的回答真的是非常完美。上述的解释可以说明吉克的安乐死计划有反生育主义的观点，但并不能解释为何他会有这样的观点。我在开头有说我会分析吉克为何会想出安乐死计划，而我认为最关键的因素也跟反生育主义有关，就是童年，或者可以说就是他的父亲古利夏。吉克因为古利夏的关系有了一个悲惨的童年，这点我认为其实是强调了家庭、父母对于孩子的重要性有多高。要不是有库沙瓦承担了吉克的亲情需求，吉克应该早就崩溃了。而有了这样遭遇的吉克，会支持反生育主义或安乐死计划，其实就完全不意外了。何より、そもそも僕らは生まれてこなければ苦しまなくてよかったんだ。如果不曾存在过，那么当初的他就不用承受来自家庭巨大的痛苦了。所以吉克的安乐死计划，某部分也是出于对自己童年不幸的投射。如果把吉克与艾莲的童年做对比，也会很好理解两人为何无法达成共识。其实越能够理解童年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的人，通常也可能越能理解反生育主义的意义，因为没有人应该承受这样的痛苦。以上就是我认为吉克会发想出安乐死计划最根本的原因。以上就是后动漫视角的第1集。
由于这个系列是我非常想做的主题，也花非常多时间进行分析及考究，希望大家能够多加支持。不知道大家看完有什么想法？欢迎留言分享你的心得，或是你对本集介绍到的任何思想或观点有什么想法，也都可以留言讨论。但请记得保持尊重、友善、包容的态度。如果喜欢这集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支持我继续做更多这类型的影片。我是 Emil，我们下次见。